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再次向外界宣布，未来美联储的利率将一直维持在 5.25% 和 5.5% 的区间段内不变。如今美联储已经维持了27个月的高利息政策，这个美联储自身也带来了巨大的债务压力。而另一方面，由于美联储的高利息政策，美国社会迎来了空前恶劣的通货膨胀局面，这也使整个美国经济陷入了恶性循环当中。那么，美联储的利息政策变动究竟会给全世界和美国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为什么说目前的美国经济已经陷入了恶性循环呢？美联储本轮的加息动作是从2022年3月开始的，当时美国为了应对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过后所产生的经济困境，让美联储出台了几乎疯狂的加息策略。在全球经济环境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各国的金融市场上都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投资的金融产品。一旦美联储宣布加息，大量来自投资市场的热钱和流动资金就会流入美国。美联储的加息政策相当于是在吸收来自全球各国的经济活力，来哺育美国自身的经济环境。所以这种做法归根结底是一种极其恶劣、损人利己的做法。但由于美国目前依然是世界第一强国，且美元依然是世界贸易的通用货币，各国对于美联储加息收割本国财富的做法也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过，美联储疯狂加息的政策背后是天文数字般的利息。既然美国选择了从全世界收割流动资金来保障国内经济的平稳运行，那么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就必须要为美联储的举动买单。根据媒体的报道显示，当前美国面临的债务压力可谓是已经到达了临界点。仅仅在3月份，美国政府兑付的债务总数就超过了890亿美元。如果平均估算下来的话，人们会发现每1分钟，美国政府和美国民众就要为美国的债务支付至少200万美元的利息。如果这个债务的雪球继续滚下去，谁也无法想象会产生什么样的恶劣后果。更加令人感到头疼的是，在美联储疯狂加息的同时，美国为了保持国内经济秩序的稳定运行，还在疯狂地加印美元钞票。如此一来，美国社会中就出现了通货膨胀的情况。通货膨胀带来的最直接影响就是民众购买普通生活物资的价格飞速上涨，但民众的收入却不见上涨，因此很多民众的生活水平呈现出直线下降的趋势。为了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水平，大量的民众会涌向银行取出原本属于自己的存款，大量的银行则会在这一轮疯狂的挤兑浪潮当中面临倒闭的风险。这一切都让美国的经济陷入了恶性循环的局面当中。前不久，全美知名企业99美分商店宣布关闭美国境内的多家连锁分店，这一举动很快就引发了美国民众对于自身经济生活的普遍关注，它同时也揭开了美国经济陷入恶性循环的真相。原来这家企业是全美闻名的基础生活物资零售商，很多消费者就是因为这家企业销售的产品物美价廉，才成为了他的铁杆粉丝。这也让99美分商店的分店开遍了全美各地。然而，在通货膨胀状况日益严重的情况下，这家企业也逐渐经营不下去了。通货膨胀导致企业的经营成本骤然激增，他们根本无法再维持99美分的优惠价格了。如此一来，这家企业在同行的队伍当中也就彻底失去了竞争优势。不得已之下，99美分商店总公司只得宣布关闭全美各地多家分店，来保持自己相对同行竞争优势。但这种优势究竟能够保持多长的时间，恐怕连这家企业的高管也不知道。更加令美国民众感到恐慌的是，美国社会通货膨胀的危机冲击的是这个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没有任何一个行业和个人能够在这场恶劣的冲击当中幸免。在美联储维持高利息政策的27个月时间里，美国陆陆续续有多家银行传出了破产的消息。仅仅在2023年这1年当中，就有5家美国银行先后宣布破产。更加要命的是，由于物价的进一步上涨，美国社会中的信用卡失信人数也在急剧上升。由于美国银行根本无法在短期内收回这些债务，银行就会在事实意义上成为一个有名无实的空壳。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量的银行就会出现现金流短缺的情况。一旦银行的资金流彻底枯竭，银行的股东们也就只能够选择让这家银行接受倒闭的命运了。而一旦有银行宣布倒闭，又会进一步诱发民众对于金融市场的恐慌情绪。如此循环往复之下，美国的整个社会经济生态都会陷入恶性循环的状态当中。毫不夸张地说，只要美联储的高利息政策以及美国政府加印美元钞票的手段持续1天，美国的通货膨胀情况就1天不会得到真正的缓解，美国民众也就要继续过这种糟糕的日子。当下的美国政府为了与中国展开金融博弈，已经让自己的民众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未来的美国政府和美国民众总有彻底撑不动的那一天。随着美联储高利息政策的不断持续，外界关于美联储即将降息的消息和讨论也越来越多。在这样的情况下，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不得不站出来对公众就利息政策做出说明。可即便是鲍威尔已经对利息政策做出了明确的表态，人们对于美联储和美国政府还是缺乏最基本的信心。
有不少分析人士都认为，美联储在今年之内一定会迎来一次降息的动作。当地时间6月12号，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再次在公众的面前明确表示，美联储的利率将会继续维持在 5.25% 至 5.5% 之间不变。这已经是鲍威尔第7次就高利率政策对公众做出回应了。事实上，在美联储维持高利息政策的这27个月里，外界一直都有关于美联储的质疑之声。人们普遍认为，如果美联储再继续维持高利息的政策，美国政府迟早会有撑不住的那一天。当前的这种高利息政策维持的越久，美国政府所面临的财政压力也就越大。要知道，当前的美国财政赤字早就已经处于居高不下的境地了，拜登政府根本没有手段搞到这么多的钱来向投资者支付利息。而且随着美联储高利息政策的逐步持续，各方投资者对于美国政府的信心也正在下降，人们存款和投资的期限只会变得越来越短，根本没有人愿意把钱长期放在美国政府的手上，这就导致美国在短期之内面临的财政压力会急速增大。一旦这种压力增大到了美国政府所能够承受的极限，那么美联储就不得不采取降息的策略来让美国经济降温了。根据彭博社的报道显示，当前美国投资者和消费者对政府的信心普遍低于预期。尽管美国官员对外摆出了很多漂亮的数据，但这依然无法说服投资者和民众。英国媒体《金融时报》则认为，虽然美国股市的3大指数在鲍威尔发表相关讲话之后迎来了一小波上涨的浪潮，但这依然无法改变人们对于美国经济的悲观看法。美联储极有可能会在今年9月至11月之间迎来降息的动作。目前根据各方预测，美联储在9月份采取降息手段的概率约为 70%， 而美联储在11月采取降息手段的概率则为 100%。也就是说，美联储在今年结束之前会至少做出1次降息的举动，而一旦美联储宣布降息，那么就会有大量的投资资金重新涌入国际市场，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在内的多国经济就有可能迎来新的动力。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的经济和投资市场虽然也在美联储的这轮加息浪潮中受到了不小的影响，但中国的经济局面总体还是较为稳定的。如今，全世界都将注意力投到了美联储的身上，未来美联储办公室里传出的任何一点消息，都有可能在全世界的金融市场上引发轩然大波。对此，中国也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目前，我们不仅在有条不紊地抛售手中持有的美债，更是在加大力度购置黄金，以求应对未来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各种冲击与挑战。毫无疑问，在这盘中美金融博弈的棋局之下，中国已经逐渐占据了上风。未来，如果美联储宣布降息，中国在金融博弈中所面临的优势也会骤然增大。但在美联储宣布降息之前，中国还必须撑过黎明前最后的黑暗。而在这种黑暗当中，美国也极有可能会对中国发起更为疯狂也更为歇斯底里的举动。对此，我们绝不能够掉以轻心。未来的世界格局注定会朝着多极化的方向迅速发展下去，美国主导的经济和政治秩序迟早会迎来彻底崩盘的那一天。而当下美国在中美金融博弈中犯下的每一个错误，都将会成为自己的催命符。